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国总统肯尼迪面临着一个几乎不可能的选择，是对古巴发动军事打击，还是寻求外交解决方案。军方强烈建议立即采取军事行动，认为这是展示美国实力的必要时刻。但肯尼迪选择了一条中间路线，海上封锁，同时保持外交渠道畅通。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当军方将领们情绪激动地要求采取更强硬措施时，肯尼迪保持着令人惊讶的冷静。他没有被恐慌和战争狂热所左右，而是以一种沉稳的态度说道：我们不仅要考虑今天的决定，还要考虑明天的世界会怎样评价我们的选择。最终，这场可能导致核战争的危机得到了和平解决。肯尼迪展现出的不是咄咄逼人的强势，而是一种内在的坚定和清晰的判断力。他没有在压力面前屈服，也没有被愤怒冲昏头脑，而是找到了一条既保全国家尊严又避免灾难的道路。这就是真正的气场，面对刁难时不自乱阵脚，面对冷场时敢沉默应对，面对问题时敢果断出手。肯尼迪在那个关键时刻展现出的不是外在的咆哮和威胁，而是内在的定力和智慧。所谓的气场，其实并非是外强中干，也不是虚有其表，它是一种气质，一种担当，更是一种能量场，背后有稳固的价值观在支撑。肯尼迪之所以能在那样的危机中保持冷静，是因为他心中有着明确的价值取向：和平优先于战争，生命高于政治胜利。这种价值观当然不是在悠闲和逃避中生长出来的。肯尼迪本人经历过二战，亲眼目睹了战争的残酷，也曾在政治生涯中面临无数挑战。正是这些经历，让他在面对古巴导弹危机时，能够从容应对，不被情绪左右。真正的气场，是经过了无数次和世界的较量，经过了多少日与夜与自己的拉扯，才逐渐混乱的思维中搭建起来的。这个过程当然是很痛苦的，伴随着无数的犹豫、自我怀疑，以及打碎自我、重构自我的复杂打磨。而这种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已经足以筛选掉大部分普通人。但要是你能从中熬下来，所获得的认知奖励就足以让你受用一生。届时你眼里不会再透露出对人生的恐惧，而是一种能解决所有事物的坚定。这样的人早已经走上了人生的快速通道，活成了令人羡慕的样子。再看另一个我们说过很多次的例子，罗莎·帕克斯。这位黑人女性拒绝在公共汽车上为一位白人让座，从而引发了美国民权运动的重要转折点。当时的美国南方，种族隔离制度根深蒂固，黑人被要求在公共场所为白人让路。当公交车司机命令帕克斯让座时，他平静地回答：不，就是这简单的一个字。展现出的却是无比强大的内在力量。他后来解释说：我当时已经厌倦了屈服，这不是一时冲动的反抗，而是长期积累的内在力量最终的爆发。帕克斯并非社会活动家或政治领袖，他只是一个普通的裁缝，但他的行动却引发了长达381天的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运动，最终导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公共交通工具上的种族隔离违宪。一个强者的诞生，往往意味着一个普通人参透了城市的法则，悟到了这世界存在一种周期性规律。帕克斯看似简单的拒绝，背后是他对人类尊严和平等的深刻理解。
他明白，真正的变革不是通过暴力和对抗，而是通过坚守原则和非暴力抵抗。只要手握这种一眼看透事物本质的普世真理，做什么就没有不成的。帕克斯的行动之所以能引发如此巨大的社会变革，正是因为他触及了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尊严和平等。这种对本质的把握，让他的简单行动具有了改变历史的力量。想想看，如果帕克斯当时选择暴力反抗，或者只是默默忍受，历史会是怎样的结果？正是他那种平静而坚定的拒绝，那种不卑不亢的态度，才真正展现出强者的气场。真正的气场，不是靠外表和姿态营造出来的，而是内在力量的自然流露。就像一位禅师所说，真正的力量不在于你能打倒多少对手，而在于你能承受多少打击而依然站立。你想赚钱，普通人想到的永远是赚，是卖体力，是从别人口袋里抠出钱来。但知晓真理的高手明白，钱不是赚来的，而是别人给你的。1955年，一位名叫雷克洛克的推销员在加利福尼亚州遇到了麦当劳兄弟经营的汉堡店。当时已经52岁的克洛克被这家效率惊人的小餐厅深深吸引，他看到了其中蕴含的巨大商机。但克洛克并没有简单地想着如何从麦当劳兄弟那里赚钱，而是思考如何创造更大的价值。他向麦当劳兄弟提出了特许经营的想法，不是为了掠夺他们的成功，而是为了将这种成功模式复制到全国各地。克洛克明白，真正的财富不是通过掠夺获得的，而是通过创造价值获得的。那别人为什么要给你钱？前提是你得懂金钱的本质，明白什么人会给你钱，为什么要给你钱。克洛克深谙此道，他知道消费者愿意为什么样的产品和服务付费，也知道投资者愿意为什么样的商业模式投资。你可以试想一下，你从小到大是如何得到钱的？成年之前，父母为什么要给你钱？因为他们爱你，你是孩子。上班之前，老板为什么要聘用你？给你钱，因为他们认可你的能力，觉得你靠谱。创业之后，员工为什么要追随你？为你赚钱，因为他们感受到你的善意，明白自己能通过努力得到成长，收获金钱。克洛克正是抓住了这一点，他对麦当劳的特许经营者承诺，我不是来赚你们的钱，而是来帮助你们赚钱的。他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培训系统，确保每一个特许经营者都能获得成功。他甚至说过，如果我们关注的是金钱，我们就会失败。我们关注的是品牌，所以本质上赚钱，首要任务根本不是赚钱本身。只想着赚钱的人，赚到的一定不是钱，而是亏本，是偷奸耍滑，是以次充好，是3个月内倒闭。真正懂赚钱的人，只考虑怎么赚取别人的爱，怎么赚取别人的认可，怎么赚取别人的善意。这才是钱的本质，也是一种放到任何行业都成立的普世真理。不过遗憾的是，这个真理很多人知道，但却少有人相信。大多数人一辈子都在被焦虑、缺钱、浮躁裹挟，导致内在匮乏，而精神越匮乏，气质上就越羸弱，看起来毫无气场，也因此错过了很多机会。反而是一开始就走窄门的人，初始时手里只有几根麦穗，钱也挣不到多少，但是他一路都在积攒势能，在对外给予价值。这样的人走到最后，
注定是四面八方都来财，五湖四海都有爱。克洛克最终将麦当劳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快餐连锁企业，不是因为他比别人更贪婪，而是因为他比别人更懂得创造价值。他曾说过，我们不是汉堡生意，我们是房地产生意。这句话道出了麦当劳成功的秘密，他们不仅仅是卖汉堡，更是通过精心选址和标准化运营，创造了一个全球性的商业帝国。一个有气场的人，不靠恐惧威慑人，而是靠被尊重，靠被仰望，靠被托举。1939年，英国首相丘吉尔刚上任时，面临的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纳粹德国已经占领欧洲大部分地区的情况下，带领英国抵抗希特勒的进攻。当时的英国军队在敦刻尔克遭遇重创，国内也有不少人主张与德国议和。在这种情况下，丘吉尔在议会发表了著名的演讲：我们将在海滩上战斗，我们将在登陆点战斗，我们将在田野和街道上战斗，我们将在山上战斗，我们永不投降。这番话之所以能够鼓舞人心，不是因为丘吉尔有多么强大的外表或者多么响亮的嗓音，而是因为他展现出的那种坚定不移的决心和对国家命运的担当。他没有靠恐吓或威胁来领导国家，而是通过自己的言行，赢得了人民的尊重和支持。一个人就算5大3粗1米89，也形不成气场，因为气场完全不是外形带来的，而是内里的强硬，是一种你比大多数人都强，但又不靠这种强去欺负别人的自信。丘吉尔本人并不高大威猛，相反，他身材矮胖，外表平平无奇，但当他站在议会讲台上，或者通过广播向全国人民讲话时，他那种坚定的信念和不屈的精神，让每一个英国人都感受到了力量和希望。你拥有这种气场，别人对你的情感就是爱，是尊重，是追随。在2战最艰难的日子里，英国人民之所以能够团结一心抵抗纳粹德国的进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对丘吉尔的信任和敬佩。他们相信，在这个看似平凡的老人带领下，英国最终能够战胜困难，迎来胜利的曙光。在现如今这个社会，人只要品行不端，心性不正，那不管头衔多唬人，身份打扮得多高贵，最后都不会有太好的名声。丘吉尔之所以能够赢得人民的支持，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演讲技巧或政治智慧，更是因为他那种坚守原则、不畏强权的品格。现在我们说一个人有气场，背后的潜台词一定是我尊重这个人，我羡慕他活成了这样的状态，而不是这个人很强大，我惧怕他，所以我认为他有气场。这就好比一个公司，如果员工对老板的感情只有怕，只妥协于老板的强势，而不是折服于他的品行，那员工就不可能有自驱力，不可能真心为公司好。所以一个真正有气场的人，一定有个大前提，那就是这种气场是正向的、积极的、包容的，而不是压迫和威慑。丘吉尔在战时虽然要求严格，但他从不吝啬对功臣的赞美和奖励。他知道，真正的领导力不是靠恐惧和压制，而是靠激励和引导。况且在现在这个时代，谁还会真的去害怕一个人？不过是为了利益而伪装出的妥协罢了。员工就算表面对老板多尊重，
背地里可能把老板蛐取成了动物，下位者就算明面上对上位者卑躬屈膝，但在看不见的角落，下位者一定会给上位者使绊子，期待他被打倒。所以唯有自带德性的气场，才是一个人气质里最好的风水。丘吉尔之所以能够在战后被评为20世纪最伟大的英国人，不仅仅是因为他带领英国赢得了战争，更是因为他那种坚守原则、不畏强权的品格，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爱戴。你的气场里藏着一种强者气质，但这种气质不是天生的，而是通过不断的自我修炼和挑战获得的。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总统罗斯福面临着一个艰难的决定，是立即对日本宣战，还是等待更多信息。在国会和军方的强烈压力下，罗斯福选择了迅速行动。他在国会发表了著名的耻辱日演讲，宣布美国对日本宣战。罗斯福的决断力来自于他对自己和国家使命的清晰认知。他知道，作为总统，他的责任是保护国家安全和捍卫国家尊严。在这种情况下，犹豫不决反而是最大的风险。一个人刻意去追求成为强者，在这个时代早已行不通了。谁要是拼命武装自己的外表，在言语上尖酸刻薄，想尽办法打压别人，这不是所谓的气场强，而是背离正道。罗斯福并非通过咄咄逼人的态度或者强硬的外表来展现领导力，而是通过自己的决断力和担当精神。他明白，真正的强者不是靠打压他人来抬高自己，而是通过自我提升和担当责任来赢得尊重。罗斯福本人就是这种自我修炼的典范。他在39岁时患上了小儿麻痹症，导致下半身瘫痪，但他没有因此放弃政治抱负，而是通过顽强的意志力和不懈的努力，最终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连任4届的总统。只有弱者才对外求索，多数强者都是反求诸己。罗斯福之所以能够在身体残疾的情况下依然保持强大的领导力，正是因为他不断地挑战自己，不断地提升自己的能力和素质。他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缺陷上，而是专注于如何发挥自己的优势，如何更好地服务国家和人民。当然，人成为强者的路途是漫长且艰辛的，不像青春期睡一觉起床发现自己突然蹿高了1厘米，你大概率会经历多次的精神受挫，命运会把你那颗脆弱敏感的心一次次置身于危险处境，被碰撞和锤击，直到你对打击脱敏，开始沉淀出了一种冷静，眼里多了一丝对苦难的轻蔑。罗斯福在担任总统期间，不仅要应对身体上的痛苦，还要面对大萧条和2战带来的巨大挑战。但正是这些挑战，锻造了他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卓越的领导能力。他曾说过，我们唯一需要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这句话不仅是对美国人民的鼓励，也是他个人信念的真实写照。你历尽千帆，最后会明白，你苦苦追寻成为一名强者，原来要的也不是叱咤风云，不是一呼百应，而是你清楚知道，这个世界是可以战胜的。你不仅可以轻松解决自己的人生难题，愿意的话还能庇护别人。你望向自己的人生，只觉身心愉悦，精神轻松。罗斯福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虽然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但他依然坚持工作，为战后世界秩序的建立
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不仅解决了美国面临的危机，还为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指明了方向。这种超越个人利益的担当和远见，正是真正强者的标志。你自建了一个能量蓄水池，你把自己活成了一片绿洲，就算不争不抢，别人也无法忽视你的存在。罗斯福之所以能够在历史上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记，不是因为他有多么强大的外表或者多么响亮的声音，而是因为他那种内在的力量和担当精神，让人们在他身上看到了希望和力量。所以，一个气场强大的人，某种程度上原来是战胜了自己，悟透了规律，能持续成事，最后却呈现出无比平静气质的扫地僧。罗斯福在面对国家危机时的沉着冷静，在面对个人挫折时的坚韧不拔，正是这种扫地僧气质的完美体现。在现代社会，气场的修炼变得更加复杂和多元。我们不再需要像古代英雄那样在战场上证明自己的勇气，也不需要像政治领袖那样面对国家危机，但我们依然需要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展现出那种内在的力量和担当精神。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苹果公司面临着严峻的市场挑战。当时的 CEO 史蒂夫·乔布斯并没有选择裁员或者缩减研发投入，而是坚持推出创新产品。他对团队说，不景气的时候，我们要加倍努力，当别人都在撤退时，我们要前进。这种逆势而上的勇气和远见，正是乔布斯气场的体现。他没有被市场的恐慌所左右，而是坚持自己的判断和信念。最终，苹果不仅安然度过了金融危机，还在随后的几年里推出了一系列革命性产品，成为全球最有价值的公司之一。乔布斯的气场不是来自于他的黑色高领毛衣或者简约的演讲风格，而是来自于他对产品和用户体验的极致追求，以及那种敢于挑战现状、引领潮流的勇气。他曾说过，你的时间有限，所以不要浪费时间活在别人的生活里。这句话道出了真正强者的心态，不随波逐流，坚持自己的信念和价值观。在职场中，我们常常会遇到各种挑战和压力，有些人在压力面前选择退缩或者妥协，而有些人则能够保持冷静和坚定。后者往往给人一种强大的气场，让人不自觉地想要追随和学习。比如，当团队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时，大多数人可能会抱怨环境不好、资源不足，或者互相推诿责任。但真正有气场的人会直面问题，寻找解决方案。他们不会被困难吓倒，而是把困难视为成长的机会。这种气场不是靠大声说话或者咄咄逼人的态度营造出来的，而是通过实际行动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自然流露出来的。当你能够在危机中保持冷静，在挑战面前展现勇气，在困难中找到出路，你的气场自然会让人感受到。在人际关系中，真正有气场的人不是那些喜欢控制和支配他人的人，而是那些能够尊重他人、倾听他人，同时又不失自我的人。他们不需要通过贬低他人来抬高自己，而是通过提升自己来赢得他人的尊重。当面对批评或者质疑时，有些人会立即反击或者辩解，显得很没有安全感。而真正有气场的人会先倾听对方的意见，理解对方的立场，然后再冷静地表达自己的看法。这种既尊重他人又不失自我的态度，往往能够赢得他人的尊重和认可。在家庭生活中，
真正有气场的人，不是那些靠吼叫和命令来管教孩子的父母，而是那些能够以身作则、言传身教的父母。他们不需要通过权威来让孩子服从，而是通过自己的行动和品格来影响孩子。比如，当孩子犯错时，有些父母会立即发火或者惩罚，显得很没有耐心和智慧。而真正有气场的父母会先了解孩子犯错的原因，然后耐心地引导孩子认识错误，最后帮助孩子改正错误。这种既有原则又有温度的教育方式，往往能够让孩子既敬畏又亲近，让我们回归气场的本质和终极意义。气场不是为了炫耀或者压制他人，而是为了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更好地服务他人和社会。真正有气场的人，不是那些高高在上、咄咄逼人的人，而是那些能够平等对待他人、真诚关心他人，同时又不失自我的人。他们的气场源于内心的平静与力量，而非外在的装饰与表演。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些真正令人敬佩的领袖，往往是最懂得倾听的人？他们不需要通过打断别人、抢占话语权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感。相反，他们善于观察，耐心聆听，在适当的时刻给出精准的见解。这种不急不躁的态度，恰恰展现了他们内心的从容与自信。一个人的气场最终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让别人害怕你、顺从你，而是为了创造一个更好的自己，进而影响和帮助更多的人。真正的气场是一种无形的引力场，它不是推开别人，而是吸引他人；不是制造距离，而是建立连接；不是高高在上，而是平等共生。就像一棵参天大树，它不需要宣扬自己的高大，却自然而然地为周围的生命提供庇护和支持。不要刻意追求气场，而是专注于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当你内心足够强大，当你价值观足够稳固，当你能力足够出众，气场自然而然就会形成。我是高维认知，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还不错，请一定要关注我们的频道，让我们一起每天提升自己的认知水平。